瓦格纳又回来了。根据战争研究所在10月2号的报道，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即将重返战场。与此同时呢，该集团的第二任首领也被曝光了，他就是普里戈金的25岁的儿子帕维尔·普里戈金。那么这位小普里戈金究竟能否真正掌控瓦格纳集团？在重新参战后，瓦格纳又将会被派往哪里？咱们接着往下看。随着承载着瓦格纳一众高层的飞机突然坠落，为俄罗斯立下汗马功劳的瓦格纳组织也就此没了声音，其内部也因一众高层的死亡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期。谁能够掌舵瓦格纳成为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俄军事专家尤里·克努托夫指出，瓦格纳集团未来的命运将在未来2到3个月内尘埃落定，但很明显的是，只有选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瓦格纳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现如今，这个领导者出现了。根据《每日电讯报》上发布的一张疑似叶夫根尼·普里戈金遗嘱的文件照片显示，他的儿子帕维尔将继承约1.2亿美元、圣彼得堡的一栋房子、9家股份公司以及他父亲的康科德餐饮公司的股份。俄罗斯的反腐基金会估计其净资产应该在200亿美元左右。该文件呢，在今年3月份进行了公证，也就是叶夫根尼·普里戈金武装叛乱的几个月前。显然呢，大厨对于自己的下场是早有预料，因此也做足了准备。除了继承父亲的财产之外，小普里戈金还将接管瓦格纳集团，而且这位新一任的瓦格纳领导人目前正在莫斯科方面就让其武装人员重返乌克兰进行谈判。同时他还在俄罗斯社交平台发帖称，我已经接管了瓦格纳，除了我之外，没人能够继承我父亲的事业。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在父亲死后的小普里戈金真的能够掌控如今的瓦格纳吗？在大兵看来啊，这件事儿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首先我们要了解其父亲的发家根本原因呢，是和俄总统普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让其无论是搞餐饮还是搞安保都十分顺利。但叶夫根尼·普里戈金并不太珍惜这段关系，由于不满俄国防部高层，而在今年6月份向莫斯科发起了武装叛乱。虽然此事的最终结果呢是瓦格纳半道投降，但叛乱的烙印已经深深地打在了普里戈金的身上，这也和其随后坠机身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的小普里戈金不仅没有其父亲生前的关系与门路，甚至还有可能会遭到俄高层的猜忌。即便是在瓦格纳内部有不少普里戈金的铁杆粉丝支持，但恐怕也难以完全掌控该组织。毕竟在其父亲的飞机失事后，关于瓦格纳组织归属的争夺就已经开始了。前面也说了，由于瓦格纳的一众高层都随着飞机失事死亡，因此6月下旬的瓦格纳正处于一个群龙无首的时期。谁成了瓦格纳的下一任掌舵者，就成了热门话题。在那个时候，有不少人认为是瓦格纳内部地位最高的指挥官，呼号莲花的安东·耶利扎罗夫是最合适的，成为瓦格纳集团新统帅的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莲花究竟是何方神圣。耶利扎罗夫于1981年出生在罗斯托夫州，毕业于梁赞高等空降指挥员学校，在2003年起在俄空降部队服役。他曾是格鲁乌特种部队第10旅的上尉，参加过车臣战争。2014年，他因提供虚假文件而被判缓刑，被迫离开了俄武装部队。到了2016年，耶利扎罗夫加入了瓦格纳，前往叙利亚战斗，随后又在中非共和国担任军事教官。2021年成为瓦格纳利比亚分遣队指挥官。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他率队参与了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其最显赫的功绩呢，是指挥瓦格纳前线部队攻下了巴赫穆特的前线重镇索莱达尔。2022年，普京授予其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在瓦格纳一众高层死亡后，耶利扎罗夫就成了瓦格纳内部地位最高的指挥官，也是最有经验的指挥官。而此前呢，耶利扎罗夫便一直负责瓦格纳成员的作战和训练工作，有经验、有战绩，还有人支持。耶利扎罗夫无疑是当时瓦格纳最合适的领导人选。事实呢也是如此发展的。在普里戈金的飞机坠机事故发生后，瓦格纳集团军事委员会立刻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下令让耶利扎罗夫代为接管。但对于这件事情呢，俄军方却有不同的看法。毕竟双方的冲突由来已久，好不容易等到瓦格纳一众高层死亡，要是再选出一个领袖依旧和国防部对着干，那怎么办？
因此很快呢，俄官方就插手了。在7月份，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瓦格纳集团将迎来代号为白发的新领导人。一时间呢，白发到底是谁，众说纷纭。据一些西方媒体的解读，普京口中的白发其实就是安德烈·特罗舍夫。特罗舍夫呢是一名退役的俄罗斯上校，他还曾经是俄特种部队成员，年轻的时候还担任过俄内务部特警，在阿富汗和车臣呢都参与过俄军的行动，可谓是一名妥妥的老兵。更是因为在阿富汗功勋卓著，曾2度获得前苏联的红星勋章。在车臣行动中，特罗舍夫又获得了2枚勇气勋章，还有1枚祖国功勋章。他在退役后加入了瓦格纳集团，并一直在叙利亚活动。而且由于其战功卓著，还被欧美点名制裁。从欧洲方面的制裁文件可以获知，他是瓦格纳集团的创始人之一。英国方面甚至一度称之为瓦格纳的 CEO。作为瓦格纳特别部门的成员，特罗舍夫负责保密制度和财务等安全问题。欧盟对叙利亚局势的制裁中，详细说明了特罗舍夫作为瓦格纳集团的参谋长，在叙利亚行动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制裁文件写道，特罗舍夫直接参与了瓦格纳集团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尤其是在代尔祖尔地区的行动。他的签名出现在普里格金新闻机构此前发布的众多文件上。自2023年4月以来，以特罗舍夫的名义呼吁俄罗斯人加入瓦格纳雇佣兵团的招募广告在俄罗斯四处可见。在瓦格纳叛乱事件后呢，普京曾让普里格金提议，如果瓦格纳纳入俄国防部的官方结构，特罗舍夫将出任指挥官。但当时这一提议呢，遭到了普里格金的拒绝。知情人称，普里格金拒绝的理由是因为特罗舍夫的威望不足以胜任。但这个理由呢，就有心人看来显得非常耐人寻味了。毕竟，如果连瓦格纳的参谋长特罗舍夫的威望都不足以带领瓦格纳，那么在瓦格纳内部也没有多少人可以了。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普里格金之所以拒绝普京，就是因为特罗舍夫是俄官方的人。这就是普京为什么会选中特罗舍夫的重大原因。毕竟呢，特罗舍夫在进入瓦格纳集团之前是一直在俄军中服役的，并且屡立奇功，拥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关键的是，在瓦格纳叛乱后，有消息传出，一开始特罗舍夫是不赞成普里格金发起叛乱行动的。而在瓦格纳事件发生后，特罗舍夫已经离开了瓦格纳，转头据信与俄国防部关系密切的另一私人军事组织 REDUT。这么看来呢，这位白发的立场就很明显了。当然，这里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特罗舍夫是普京从一开始就安插到瓦格纳中的卧底，主要就是为了防止瓦格纳失控。除此之外呢，作为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与俄罗斯的正规军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些刚刚加入俄军的瓦格纳作战人员还会保留着一些与俄罗斯正规军不一样的特点，因此使用原有的指挥官来进行管理，要比直接空降一个指挥官好得多。因此呢，普京对于特罗舍夫的支持力度很大。在9月下旬，俄乌前线战况焦灼之际，俄总统普京还特地会见了特罗舍夫，与其一同在场的还有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根据俄媒体报道，3人讨论了组建志愿者部队的相关问题。俄媒体分析称，这次会晤意味着国防部庇护下的无普里格金的瓦格纳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另一边的战场上呢，乌克兰军方也发现已经有部分的瓦格纳成员重返了乌东前线作战。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乌克兰军方的话说，之前为瓦格纳作战的一些武装人员已经重新返回了乌东战场。这些武装人员现在为俄罗斯国防部或其附属单位服役，他们是以个人身份参军，而不是以整个单位的方式加入，因此目前并未对战事产生重大影响。英国军事情报部门表示，目前已经有多达数百名与瓦格纳有关的战士开始重新部署到乌克兰，成为各种不同部队的一部分。虽然目前重新部署的人员的确切身份尚不清楚，但随着乌克兰军队不断发起反攻，俄军已经接连丢掉了巴赫穆特周边的好几个村庄，而这和之前瓦格纳还在的情况相反。因此呢，有不少人认为，在俄罗斯收编瓦格纳后，这些士兵呢还会重返巴赫穆特战场。毕竟瓦格纳在这里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如果俄罗斯只是把他们放在白俄罗斯和非洲，就显得有点大材小用，完全发挥不出他们应有的价值。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由俄罗斯官方来牵头将瓦格纳雇佣兵的收编
对俄军呢而言是百利无一害的。毕竟合同兵的损耗非常大，所以扩招雇佣兵是一个必然事件。然而，这些接受编制、听命于国家的雇佣兵，能否再次复制瓦格纳的成功，在俄乌前线帮助正规军缓解压力，取得类似于今年年初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成绩，还不好说。毕竟，瓦格纳的成功离不开普里格金和那些一同在飞机上坠亡的高层。瓦格纳的很多士兵之所以跟着普里格金干，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普里格金才是那个能救俄罗斯的那个人。而现在普里格金没了，这些瓦格纳士兵在新的领导体系之下能够打成什么样子，还需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个瓦格纳雇佣兵都对俄罗斯的收编感兴趣的，而现在冒出来的小普里格金就是对瓦格纳对此事的应对。毕竟呢，当前特罗舍夫的权力与地位跟当初的普里格金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在普里格金时期，瓦格纳集团的独立性极强，拥有独立的指挥权、财政权、人事任免权，尤其是独立于俄罗斯国防部之外，这让俄罗斯官方非常头疼。倘若到了特罗舍夫时期，瓦格纳集团就要归俄罗斯国防部领导，吃国防部的饭，听国防部的话，本质上就是国防部领导下的一支普通部队。瓦格纳雇佣军的待遇可能呢也要跟普通的俄罗斯士兵看齐。新的瓦格纳集团必然听命于普京和俄罗斯国防部，不至于再次闹出叛乱事件。只不过呢，瓦格纳集团被驯服之后，战斗力可能呢也会大幅削弱，变得跟俄罗斯的普通参战部队一样。这样的改变自然会触动整个瓦格纳集团的利益，因此紧急推出小普里格金上台也是情有可原。战争研究所认为，瓦格纳组织当前呢还没有明确的统一领导者，而小普里格金的影响力是在上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前任瓦格纳集团指挥官、现任克里姆林宫官员安德烈·特罗舍夫拥抱之后产生的。显然，对于普京的收编，一些瓦格纳成员并不买账，并且打算扶持出自己满意的首领，小普里格金就是最佳人选。在他的带领下，瓦格纳战士不必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署合同，并且该雇佣军组织将在帕维尔·普里格金的领导下保留其名称、标志、意识形态和指挥官。只不过，美国智库认为小普里格金的影响力并不如前面两位领导，他是在瓦格纳集团安全部门负责人米哈伊尔·瓦塔宁的影响下才答应出面接管瓦格纳集团的指挥权的。除了瓦格纳本身之外，更引人注目的是普里格金的遗嘱。这种提前6个月预感死亡并且留下遗嘱的做法，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因此，关于他的死亡再次疑云笼罩，不少人质疑，从谍影重重的剧情来看，至今非但他的死因成谜，甚至连他到底有没有真死都存在着疑问。而且有俄媒指出，关于普里格金的死亡报道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事实上此前他已经死过2次了。2019年11月10号，普里格金呢就在非洲去世过一次。随后1年前，还有媒体报道这位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据称死亡的消息。但不久之后呢，普里格金摆出了姿势拍照，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再加上这次飞机失事，普里格金已经有3次新闻死亡记录了，因此也不能排除其假死躲避的可能。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